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特斯拉破位2天后如期止跌，上期视频我们所说的剧本会不会上演？设置好买入止损后，等待市场的选择。蛇口出现止跌信号，但目前还缺一根启动阳线才能够形成买点。美股回调结束，再次收阳上涨，这是波段延续还是一次反弹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28期的视频，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我们日常的指数的分析，稍微讲一下日线的趋势目前怎么看，以及15分钟的日内趋势，还有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今天是哪个时间？都会在第一部分告知各位。那么当指数我们有所了解之后，再来到个股的分析，在第2和第3部分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Huawei、谷歌、亚马逊、微软、MSTR、蛇口、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L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SOF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你会发现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会比较多，所以阿哲视频的时长一般也会偏长一些。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部分的内容您都感兴趣观看，所以也把每一部分都标记了一个时间轴，您可以跳过所不感兴趣的，或者说快速翻阅您所想要观看的那一部分内容。但一般来讲，不建议大家去跳过第一部分，因为指数分析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整体的环境的看法和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叫做日线的回调。我们目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图表，在趋势的分析当中，我们称其为右侧的一个分析看法。市场只有明确趋势的方向，而后往趋势的方向持续运行，我们称其为它很难被改变的一个动作。当市场是一个黄色飘带的走势，它就是一个中短线是稳定的下跌趋势。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就是中短线的一个稳定的上升趋势。所以当市场从一个目前的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那么就是由一个下跌趋势转为了上涨趋势，而后它的时间两者差不多等长。所以当前的一个趋势的环境就是上升趋势。下跌趋势当中，这个黄色飘带为下跌当中所容易形成压力的点位，所以每次的上涨对于下跌趋势来讲就都为反弹，除非有一次能够有效突破这个飘带的压力，才有可能我们去认为它会形成一个反转，这种才叫做一个足够的反弹力量，而导致市场出现了一个反转。反过来，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就是一个上升趋势，而上升趋势它的紫色飘带就是一个支撑。而当市场往飘带运行靠拢的时候，它是一种乖离的修复，是一个上涨当中的回调的判定。只要这个回调的力度不够大，那么它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认为每次的下跌都是回调，都不是趋势的结束。这是在趋势分析上我们右侧所经常所提到的一个观点，包括之前的这一波行情走势也是一样的。当市场是一个紫色飘带，每次的调整它只要力度还在这个飘带范围之内，甚至有时候可能偶尔会略微超过，但它只要不保持这种下跌的力度，那么每一次的回调都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什么动作？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关键在于它会不会去有效跌破飘带，以及飘带会不会产生压力。当出现了飘带跌破，而后股价不能够再新高的时候，这种时候就是一个风险的产生，市场容易出现震荡，容易出现趋势的明显的反向。所以当前也是如此，在日线趋势上，它的飘带是紫色的，所以它是一个支撑。那么价格往飘带进行本次上涨以来首次的回落，那么就可以认为它大概率是一个回调，除非这一波行情它的调整后续引发的力度比较大，比如说跌破飘带，而后飘带转为压力，那个时候趋势在右侧上来看，中期才会出现终结，否则中期趋势保持向上的紫色飘带，那么就看涨。而在这种飘带当中，包括个股也是的。之前我们是不是讲过，像英伟达曾经产生了一个买点，当时的买入信号是不是就是一个紫色飘带上涨之后的首次的回调，出现了这种蓝色 K 线或者说前带子 K 线，而后再出现反包，从跌破飘带再站回飘带，这就形成了一个趋势上涨中途的洗盘行为，而后是再次的启动行为。那包括目前是不是也是一次再次的靠拢行为？所以指数也是如此的，在当前就是一次对于飘带的回笼行为、靠近的行为，而后
目前是不是也有一个钱袋子，也有一个反包突破？所以这里认为是个回调再次的买点是没问题的，我们只需要设好它的一个防守位即可。所以每次在紫色飘带稳定向上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它不会一直涨，但是它的回调它的幅度也不能太深，调到飘带附近有再次的反包阳线，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再次的买点。我们只要设好所对应的止损，价格涨多了总会调整，调完之后有反包，可以认为这里可以作为买点，设好止损即可。所以每次回调，我们都可以等待飘带止跌，再次站回飘带，然后去形成买入。每一次这种操作不能保证100%的正确，但是它至少是一个顺势操作，顺应趋势目前的一个发展方向。飘带依旧是紫色，就依旧回调，以做多为主。那么买入之后设好止损即可。所以每次回调有反包，那么就买入，然后设置好低点 K 线的止损。因为正常的趋势就是高点抬高，低点会抬高，所以在默认的可能出现的回调低点上买进，我们就将这个低点作为止损，而后我们期待它是能够新高的。当市场每次都是这种行为时，就说明趋势是一个相对的完善强势的一个上涨，直到有那么一次你可能回调买入之后，它打你止损，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跟之前不太一样，因为之前买进没有再一次的跌破低点，而这一次买入它跌破低点，这样它的一个风险系数就会大很多。所以当前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个地方是一个买点，目标它应该继续的往高处走，这种叫做一个趋势的延续。而如果这一个位置买进之后，它在上涨途中在左高附近会有强压力产生，而继续的破掉这一个我们所看的低点 K 线，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趋势延续。那么这一次的下跌，这一次的止损就会告诉你，这种位置是一个高位，是一个容易出现震荡甚至趋势由上涨转为下跌的一个行情。所以有些止损不是没有意义的，有些止损就会告诉你，你的错误其实是行情的转变。所以这是目前之前趋势阿哲的观点，这里是个买点，不能打止损，应该往前高去走，至少要创出一个新高。如果不能破左高而再次往下砸出一根阴线跌破这个低点，那么这个地方将会走弱，中期形成调整，甚至中期由上涨转为终结，出现下跌趋势。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15分钟的日内趋势，日线上出现买点会偏晚一点，所以我们在之前每次讲第一部分的时候会加上15分钟的日内趋势。在昨天其实15分钟的趋势图表当中是出现了一个买入信号。如果您是昨天有看了阿哲的会员视频，亦或者是昨天参与了内部的直播课程，我们其实有讲到，在15分钟纳斯达克指数的图表当中是出现了一个上涨由黄色下跌趋势。注意了，这是15分钟，所以它是个日内的下跌，所以日内出现了黄色飘带，而后上涨转为蓝色飘带，这是我们所说的，这是不是跟日线刚才所讲的逻辑是一样的？如果是黄色飘带，就说明这个图表在15分钟日内是一个空方，所以每次的上涨如果力度不够，就都是反弹。而它在我们前天的时候出现了一波向上的行为，而这一波尾盘的拉升是转变了趋势，而后回调是不破飘带，所以这个地方的蓝色 K 线一旦被突破，是不是可以作为买点？而目标位可以首先看到它的中期以上的压力龙门线上，这是我们昨天内部直播课上所讲到的一个观点，也是15分钟的一个买点 K 线。所以从这一波下跌以来，是吧？市场跌破了飘带，反抽转为压力下跌以来，它其实在15分钟已经出现了一波我们比较往上的单边下跌趋势，而目前在日内又走出了一个终结而回归上行趋势。那么只要它站稳这个龙门线以及飘带不再转为黄色，它的每次回落只要是合理的一个回调范围，那么不转为黄色飘带，不跌穿紫色飘带，那么它就延续往上去推动，往上看涨。而这个图中左边这个缺口15分钟将是一个压力，它也在前高之下，所以如果这一个位置它只是一个日内的行情，无法演发成日线的继续波动上涨，那么它在这个区间应该就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压力。那么到时候再次跌破龙门线，再次反抽遇到黄色飘带压力，那个时候我们会知道15分钟提前告诉我们，日线的回调买入是一个容易失败的一个概率。就日内15分钟，就日线的那个买点大概率就可能失败了，那个低点就容易打止损了。我们也可以在日线上进一步的用收盘去确认。如果你想要更快一点的，可以根据15分钟的走势去判定；如果想要更加保守一点，更加稳健一点，也可以用日线去确定。当市场确实日线上把前面的这两个15分钟的
重要低点。以阴线跌穿的时候，就说明它其实就是一个整体日内级别和日线级别的双重的偏空方的一个确认而目前其实是日线25分钟开始走好，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一个上海趋势图趋势上的一个分析。希望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日线和日内的趋势解析能够对你有所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到第3部分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在此之前，那么阿哲也希望大家如果听到这里，老同学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希望大家可以依旧在阿哲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你会非常开心。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如果阿哲所讲的内容对您是有帮助的，也希望大家可以顺手可以点开这一个订阅按钮，在视频底下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你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未来我们可以持续的学习技术分析和交流美股行情。当然，如果您想要每一期视频都不错过，都想要第一时间能够收到通知，也可以在订阅之后点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每期视频在更新上架之后，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这是属于我们粉丝订阅同学的一个专属权益。当然了，我们订阅同学的福利远不止如此。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同学，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也是阿哲一直长期所在使用的一个趋势分析的一个指标，您是可以去安装使用的。您只要订阅阿哲频道，那么目前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您可以找到朱耀老师，让他帮您安装一下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他会告诉您怎么去使用。在每一期的盘前视频当中，阿哲在指数分析和个股解析当中也会比较大篇幅的用到这个指标，大家也可以一边听视频一边学习怎么使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所谓的15分钟纳斯达克指数的变盘窗口，那么是跟趋势分析有所不同的一部分内容。对于我们的订阅同学，你们在每天盘前，阿哲其实还有写一份盘前广播的一个提示给到大家。在这一份广播当中，阿哲是有一部分内容是讲到这个变盘的窗口，这是阿哲认为在纳斯达克指数分时或者说日内当中，容易在15分钟见到高点和低点的一些时间段。比如说在5月19号的时候，有3个变盘窗口，像9点15分是一个市场反弹后见到的一个高点，而在下跌途中11点是一个低点时间窗口。那么第3个变盘点是2点，是反弹时所见到的一个变盘高点。价格在下跌后，我们在9点15分是见到了5月20号盘中的一个低点。那么在1点的时候是见到一个回调低点。这个变盘窗口它不一定每时每刻都是精准的高点和低点，所以一般我们会有一些确认信号。比如说正常来讲，居高为高，居低为低。如果市场在上涨时出现，一般容易是高点变盘；下跌时出现，容易是低点变盘。所以反弹见到的容易是高点，下跌见到的容易是低点，回调见到的容易是低点。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加一些确认的信号，比如说市场在这根 K 线是吧见到了一个高点，怎么知道它不是低点？就最好这根 K 线后继续被跌破，不要去突破它的高点。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可以确定这里是高点。那又比如说这个变盘点是反弹，出现跌破 K 线，我知道这里是一个高点了。像这个2点的时候，股价是上涨的，出现之后它是一个破位的，不是突破的，又是一个高位，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容易是高点。那回调时出现9点45分这根 K 线，它没有被跌破，反而是形成突破，并且这根 K 线的地方还是我们在15分钟所产生的那个只带蓝 K 的突破买点，是吧？所以它是一个低点。到1点的时候是个回调，回调时出现并没有跌破它的低点，而是继续突破，所以这里是一个低点变盘。所以这是一个15分钟的变盘时间窗口。而它也可以让我们去明白市场的多空之间的一个争夺。当市场如果出现高点变盘时，它跌破之后它是有破底行为，以及它有连续的阴线比较明显的下跌，这种一般就说明空方是比较强的市场，特别是出现明显多个的高点变盘都是破位的，所以这种行情那么在短线上就会比较困难一点。而在昨天就有所改变，而市场的低点变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连阳上涨，高点变盘是无法破左低的，而后它是个回调，右出现低点变盘是继续出现什么能够破左边高点的，回调的低点变盘是能够破左边的高点的。所以目前的多方在日内是走强的，而接下来只要保持这个节奏，高点变盘不要破左低，低点变盘能够出现连阳上涨，那么这个多方就会延续。这是我们在15分钟变盘窗口上另外的一些技术的补充。接下来我们来谈到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今天第一个变盘点是9点的45分，比如说今天的开盘的第一根 K 线15分钟将会是一个变盘时间。如果是保持上涨出现，居高为高，容易是一个高点变盘。当然
我们可以紧跟着去看一下它的低点会不会被后续所跌破。如果有，那么那里的高点变盘就更加确定。反之，如果是下跌出现，居低为低反包，那么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以此我们去判定一个高点和低点的位置、时间和空间上的产生。今天的其他变盘时间窗口，我们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全部告知各位。所以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要注意了，我们的福利其实是有4种的。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是其中的2种。那么如果您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去找到我们的助教老师，同时您是点了订阅的订阅粉丝同学，其实有4重福利。除了趋势图以及盘前广播之外，还有2份我们的内部精品直播课程。那么一个是讲技术分析的，在每周的周2和周52个时间点，早上的10点和下午的5点，我们会有技术分析的10堂课程，以及美股期权课的10堂课程。如果您对技术分析感兴趣，那么可以听技术分析；如果您还想要学习美股期权课，也可以在下午去听期权的课程。这个时间大家记得转换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时差。如果有一些时差不方便收听，也可以跟助教去领取课后的一个回放。那比如说我们本周的一个课程，在技术分析的一个维度上去做的一个分享，是叫做趋势升维4部曲。您对于趋势目前还了解的不够透彻，或者说您想要在趋势交易上更加进一步的去延伸，去进行一个深入，本周课程依旧可以去找助教去报名。那不管是右上角弹窗小卡片，还是我们底下评论区阿直有发了一条置顶评论，里面也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您点击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这2种方式都是可以的，您只要订阅了阿直频道，那么就可以领取这4重福利。那么希望您在订阅阿直频道之后，可以快速的在技术分析上有所收获，有所进步。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开始，我们讲到个股解析，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那么特斯拉在昨天出现了一个跳空上涨，而后反包了我们前天的一个长线 K 线。从价格形态来讲，这是有点像我们的早晨之星，当然它这个影线是有点长的，但是它也表现一种止跌区间支撑有效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目前还是保持一个观点，就是它处于一个波段的上涨，不过它因为这一波调整太深了，并且有缺口出现，所以这个回调已经告诉了阿哲，它是一个波段上涨，但是它的波段上涨不是很强势，就相对正常一个波段。我们说过左侧这里是一个支撑区，支撑有效的确定，目前已经给到了，股价有一个长下影线在这里出现，偶有一个反包阳线出现，所以这个地方就确定了是2次的买点，就跟之前的这个地方的买进是一样的。这里有支撑，有反包，有一些价格的买点，所以出现了买点。好，目前也是有支撑，有价格的表现，所以产生再次的买点。不过因为这一次买入之后，它左侧是有一个跳空的裂口，所以这个地方将会产生我们所说的压力，包括这一个通道线被跌破之后也是一个压力，最好能够快速站上通道线，然后回调不破，再往上去补这个缺口。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上海趋势图的表现。而在上海趋势图表当中，我们上期视频是不是讲到了一个关键的观察点，就是这个龙门线。龙门线是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中长线的趋势分析工具，跟飘带是不一样的。飘带是中短线，而龙门线是更偏于中线和中长线的一个周期。好，这个龙门线我们说过，在特斯拉启动的一个行情当中，历史行情当中，它其实经常会出现一波中期调整跌破龙门线，而后站回龙门线，而后发生震荡再出现加速的行为。所以当下已经有一波中期调整，也跌破了龙门线，而目前是不是也重新站回龙门线？那么站回龙门线之后，容易发生什么？就调整震荡，这是一个曾经经常会出现的这种行为。但我们要求的是，它不要去有效跌破龙门线。所以怎么去分辨有效和无效呢？我们尽量的是跌破龙门线时，不要超过2根 K 线，或者说跌破的第1根、第2根就要找一个低点作为支撑，不能再破。再破就有点超过无效跌破的一个区间了，所以不管是之前那一次，还是之后的这一次，是吧？跌破的第1根 K 线、第2根 K 线，它的低点就没有再跌破了，这种就属于龙门线还不是有效跌破的一个范畴。那目前也是跌破了第1根，跌破了第2根，所以2根里面找偏低的，这里作为支撑，而这根 K 线和前天的这根 K 线2根高点找偏低的。那比如说这个区间作为关键区间，目前已经突破站上，所以这里构成买点，后续这里作为支撑，不管是回调做2次的加仓，还是说直接走势看涨，这里都要作为关键的防守位，它不能再跌破。
再跌破就超过了这个龙门线跌破的一个我们所说可允许的一个窗口，所以这里将是重要的一个观察点，不能跌破这根长线 K 线的低点，而后这个地方要快速再站上龙门线。龙门线的价格当下是 420.34， 所以要站上，我们再去跟随它的启动。但按照之前的一个规律来讲，这里要直接加速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它容易是什么？在这种破位无效的过程当中产生是一个震荡行情，而有很多时候这种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地方只要不破龙门线，我们可以看一个相对的震荡收敛，或者说震荡向上。然后未来才有机会看到加速行情，所以这个地方可以作为一个中期的一个伏击点或者说买点。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英伟达，目前英伟达它算是再次的回调，第一次的回调买点做出的买入一波加速之后，是不是出现九转，并且黄 K 的破位？我们说过一次止盈，那么这一次回调之后，是不是有再次买点呢？目前其实是没有的。等一下在上海趋势图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首先这一波回调从支撑位来讲，左高是没有碰到的，之前的这个绿色块也没有碰到，所以支撑位它其实这一波回踩空间上还留有一些买点，一般最好是把左边高点给吃掉，是吧？像之前这种地方至少有一个运线的上破，或者说一些明显止跌 K 线，它这个地方它是一根十日星，所以止跌力度不是很强，所以不能构成买点。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表，目前所看的就是英伟达了。英伟达这波回调，不管是左高还是飘带，其实都没有回踩，所以它空间还留有一些，有可能会踩一下，我们再去关注它会不会有一个买点。目前的左高是没有突破的，所以最好如果这里要真正产生买点，能够出现一根阳线，而且最好不要有长上影线，这种高速的阳线把这个左边高点给吃掉，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买点还可行。如果是这种阳线就不要，它是十日星，这种买点相对还是方向性不强的，所以我们英伟达也可以继续等一等。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比特币和以太坊我们所看到的它还是维持一个背离的状态，并且以太坊是出现了一个九转，而比特币目前在第7根 K 线这个地方，阿哲认为是一个底背离过程当中已经可以做出短线多头看涨的一个区间。当然看涨最好是看涨比特币，因为我们说在两指数背离的时候，我们说在两个货币在背离的时候，如果是底背离做多，找的是没有破位的那一个，说明多方更强，资金更加青睐，所以我们做多也最好是做多比特币，而不是以太坊。以太坊因为是破位的弱势的一方，所以它是一个修复，比特币是一个正向的，就它本身趋势就这样的，所以做多最好是选择比特币，看短线的多头。我们在昨天的盘前广播讲到 Coin 标的的时候，也有提到两者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多头的信号，短线上至少这里做多会比之前要更加安全。而这个地方我们的比特币如果做出日线的看涨，我们可以看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大概3到4天应该还是有的，把这个低点作为防守位，如果它跌破这个低点，那么就说明两个价格之间就修复了，那么这个底背离修复将容易引发更深层次的一个下跌，所以这个地方最好先只看一个反弹，整体在趋势上还是偏空的连阴的下跌，所以这里主要先看一个比特币的一个短线反弹吧。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的一个看法。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all 位， call 位呢，其实目前的走势有点破位了。我们是不是上期视频讲的左边的蓝 K 低点，就曾经仿包蓝 K 后出现一波上涨，所以它的趋势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的一个节点。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不被收盘价跌破，只是引线刺穿止跌，它其实这个结构还是比较漂亮的，或者说算是一个正常的回调。但目前是有了一个跌破，收盘跌破了，反抽还有一点压力了。所以这个地方除了龙门线还可以看个支撑之外，它整个结构其实就偏震荡了，就哪怕后面这里还能够有反弹，它大概率也是变成反弹了。所以一个趋势如果想要走强，正常来讲左低不破，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那种回调算是一个正常幅度回调，所以后面站上就比较简单。但它现在破的有点深，还收盘价跌破了2天，今天能够收起来还好，但其实收起来其实结构也不太好看了，知道它这里转成黄色飘带，它调的时间比较久，它的空间又比较长，就会导致这个飘带变颜色，一旦变颜色它就会产生压力，它会发散，区间从中期来讲它就容易走弱，好，所以后续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压力，而后这一波哪怕这里龙门线能够止跌往上，也容易先受到这个飘带的考验，这个压力目前在112.24，所以这个地方就不太好了。
所以这个回调买点算是失败的。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地方如果你买进了，其实也行，但是你要守这个支撑，这个支撑目前没有被跌破，因为一个假阳线，一个十日星，所以是没有跌破的，但大概率已经容易失败了。就哪怕这里反弹，它也容易失败，它的压力会比较重一点。但这个订单还是可以持有的，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有效跌破，还有一个龙门线支撑。如果要做好这一波，可能要把握后续2次低位补仓的一个机会，是吧？哪怕一个反弹，也能够让你短线有所获利。所以这个龙门线我们要看好 99.326， 再收一根阴线往下破就要走了，仓位就依旧是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买点。2次补仓就不要乱补，这个地方目前还没有一个强烈的止跌买点，除非有一个阳线收来破了潜在的 K 线，那可以看再一次的2次的买点。现在这标的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就是一个高位震荡，我们说这种股票我们就看作为一个风向，市场它整体还是保持在这个地方跌不下来，但整体也不太好涨，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紫色飘带上的首次回调，但它回调之后目前是刚碰到，它首次回调以这里作为一个高点，从低点涨到这个高点，那么目前是第一次碰到飘带，碰到之后如果收一根阳线作为趋势看涨的一个逻辑，这里可以构成一个买点，当然最好是强底分型会更好，因为指数目前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而很多个股如果相对应的指数也处于高位的话，我们其实没有太多必要去做这种高位的回调买入，我们依旧可以寻找类似于之前的英伟达，或者说像社口那种相对位置不算很高，或者说特斯拉这种跟指数来比位置不算高的一个个股的回调可能会更好。这种现在如果是没有持有谷歌的，或者说一些相对高位的，比如英特尔的 AMD 的，都可以类似这么去看。就没有持有的，我们找一些相对低位的回调买点。如果持有的，那你就看一下这个飘带会不会跌破，因为它的顺势行情结构这是第一次回调，正常来讲第一次回调它的支撑位是相对强势最强的，所以在这里直接走出反转的概率就不大，它更大可能的是一个震荡而后2次启动。当然关键是要这里有启动，如果这里不止跌，继续延续下跌，那么飘带后续调整力度太深，它也容易走出反向。所以一个是这个缺口目前没有补，所以多方还是一个强势的；另外一个是飘带比较厚，所以它的趋势也还保持一个支撑比较密集的区间。所以对于持有的人来讲，这个地方其实还算是不算太危险，它的一个趋势目前是个震荡。如果要看得更加清楚，你也可以放到我们15分钟来看。15分钟它其实震荡的更加具象化，是吧？一个横盘区间，目前区间出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个结构的。这个结构如果出现反抽，15分钟的龙门线不破，因为它目前是在龙门线附近不断的震荡啊，龙门线的支撑和压力呢表现不太明显。但如果它这一波往下之后反戳龙门线不能够站上，而后往下破，它的表现在日线上就是不出现这种飘带的止跌 K 线，那么延续升调，那么就会破掉这个支撑线，类似颈线，往下破之后自然会延续往飘带的内部更深处去调。如果要做减仓，你可以等这个日内这个震荡区间的下沿再出现一个明显的破位行为，而后去减仓，因为你要预防它升调。那这个区间大体是哪里？大概是在 377.8 附近的一个价格，这是结构的支撑线。而龙门线的压力是在 391.045， 这是15分钟的一个图表上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目前是过了一个结构颈线位的左高，类似于这个地方的区间的高点，它突破之后，目前在消化左侧的一些抛压，而当前来看是站上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它这里多头慢慢有所恢复了。之前这里是徘徊了很久，说明这个抛压还是比较强的，不过一直也没有把它击穿。所以在飘带即将转弱的时候重新站上去了，所以目前我们可以设一个防守位。昨天盘前广播也讲过，这个防守位就是这一根冲高回落我们乌云盖顶 K 线的低点，它没有被跌破，你做一小部分减仓。如果今天能够重新收一根阳线，把昨天这根阳线的高点给吃掉，可以把仓位再加回来，因为说明这个乌云盖顶的 K 线它大概率是一个洗盘，是个砸盘，不是一个出货点。但如果收阴线把它跌破了，那就要小心了，这个地方形成是一个两个头两个高点后，就小心它破左低，所以这里最好不要跌破这个阴线的低点 415.58， 它同样也在飘带附近，飘带有一些缩窄，就说明多方在这里是开始变弱的，所以这里不能够出现破飘带，反抽不过再往下跌，那样就说明这里的多方又再次走弱了，那要小心。而保持这个地方不破，往上看就可以看到龙门线，龙门线是在 451.19。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STR，MSTR 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直带蓝 K？
但是它这个子弹狼 K 是破位的子弹狼 K。我们是不是说破位，不管是像特斯拉这种破龙门线，还是像 MSCI 破这个飘带，我们都可以看2根 K 线，就破位之后看2根作为误差，这2根之中的低点作为防守位。如果不破这个防守，我们可以认为飘带依旧是有支撑的，它是略微出现了一个误差而已，就只是一个无效的跌破。2根里面照角偏高的，它刚好是一个运线的直线，如果收盘价突破并且狼 K 消失，那么可以作为一个买点，而这个买点可以继续往上看走高，因为它的趋势是紫色飘带。这一次的上涨是遇到了一个龙门线的压力，而后往下压，所以这里就要比拼一下，是中长线的空方依旧强势，还是一个中短线的反弹能够持续。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买点，可以博弈一波中短线的趋势是强劲的，这个时候可以作为买点。当然我们如果出现反弹时飘带走为压力，那就不要了，那就要小心了。所以这里出现买点是要快速过去的。当然这里目前是没有买点，没有买点的就先看着，因为你要小心它是有效跌破，那就会击穿这个蓝 K， 那就要往下去看升条了。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Circle 其实也是在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了。蓝色 K 线我们最近用的是比较多的，像之前这里是涉及9转是吧，出现一个蓝 K， 这里上涨一波，因为蓝色 K 线在我们的上海区图当中是作为一个股价超跌偏低位的一个判定，每次出现下跌时如果有蓝 K， 这里就有可能是一个低位的可能。当然你要确定，你不能说蓝 K 就买，因为有时候蓝 K 它可能不是一个低位，它只是跌太多了，跌弱了，所以有些蓝 K 它能够反弹，有些蓝 K 不行，所以你一定要等一个蓝 K 消失和突破，这种才有机会出现一个可靠的低点。所以当下再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出现了，所以它又是一个紫色飘带回调，这里蓝 K， 这里蓝 K， 这里又蓝 K， 所以这里如果仿包这样飘带，我们可以认为它又是一个买点。之前这里我们买过一次，这里买过一次，那这里再一次产生蓝 K， 等待突破买点。那么它的蓝 K 高点昨天是一个 113.480， 最好突破的时候能够站上飘带，飘带上也是 114.486， 如果可以有这种阳线出现，就是一个止跌买点。所以大家在做个股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安装上海区图之后看一下手中股票，如果也有回调是紫色飘带的，是蓝色 K 线的，那么这种买点一般是阿哲比较喜欢的一种回调买点，您可以看一下手中的股票有没有。如果目前还没有安装上海区图，也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我们的小卡片，找到助教去安装这个上海区图，去分析去看您手中股票的一个趋势环境。带着个股我们来看到礼来其实也保持一个趋势上行，是吧？它出现了一个，当然这个蓝 K 是不好操作的，是左侧蓝 K， 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这种蓝 K 的胜率也有但是很多时候是做反弹。这里出现一波上涨是改变了飘带的，之前价格是遇到飘带是容易回落，是压力，所以飘带一般就作为稳定的压力，除非有某一刻出现了有效的突破，但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是一波下跌以来反弹了多少次了，就这一次出现成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完全的想要博弈这种反转的这一波，我们博弈的是反转这一波之后的回调买点，所以这种回调飘带去找买点，价格回调飘带找买点，所以目前趋势往上推，所以阿哲依旧认为礼来其实就是延续这个波段在走，而且目前的环境来说更像是要维持一个稳定，甚至有加速的可能性，因为它还是比较强劲的，是吧？不断的往上去破左高，不破左低，走一个结构性的上行，这种收敛之下如果有机会爆发那么还是可以期待的，所以可以拿好我们的礼来的波段，它龙门线也是向上的，飘带也是向上的，所以这个区间可以作为密集的支撑区，大概是980到950附近。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MD， 其实对 AMD 还有英特尔等个股，它也是有波段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碰飘带，偶尔首次碰，这种它可能直接就跨越了一个低点到高点。波段的正常它应该是这么走的，正常的一个股票的波段应该是这么运行，它因为某些原因，比如说之前超跌了，比如说因之前暴跌过，或者说因为消息面的原因导致一些行情，它可能从低点直接又越过去了。那这种情况下，它产生这波回调，它的空间可能就会有所缩短，就跟英伟达那种涨一波回调，是吧？它的空间就还很大。像特斯拉也是一样的，是吧？就会比较大，比较好做，那也是阿哲比较喜欢的波段。但像这种低点到高点直接一笔带过，那这个时候再回调，它这种地方就容易是一个偏高的一个波段了，后续的空间就会因为前面走的过长而透支，所以这种偏高的位置的波段依旧看涨，但你去做多，仓位就要小一点，也不是不能买，也可以买，是吧？这个还是比较漂亮的，它是属于一个左一不破，无效跌破，
一个长下影线仿包阳线强势底分型，所以 AMD 依旧可以作为买点看涨点，但是空间上就不再渴望太多，能过个左高，能够往上波折一下就已经很满意了。防守位就是这个潜在者 K 线的低点，往下落再止跌依旧可以做加仓，反正整体趋势依旧看涨，469.215依旧容易被破，但毕竟位置偏高，所以仓位肯定要有所管理，做好止损位的一个设置。接下来所看到的英特尔也是如此的，它也是一个强势的分型结构底分型，并且也是回调飘带，不过它是破了3天的一个左边阳线的低点，所以它比 AMD 要弱一点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价格走势有一个跳空缺口，所以整体也还行，也可以作为波段的一个回调买点。防守位就是这一根前代的 K 线低点 103.85。现在这个股是 APP 它没有出现我们上期所要的一个买点，就是没有一个加阳点，之前是有买点，就回调飘带的止跌都可以作为买点，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讲过有可能产生加速的可能性，就是这一个影线能够被快速仿包，这就说明多方其实是有走强的机会的，但可惜了它又被一根阴线跌回来，所以又走了一个强的顶分型，还是保持一个震荡，没有震完就很麻烦，就很无聊，所以这种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走出来，就有机会可以走出来的时候它就又回来了，所以空方依旧保持焦灼的状态，这种目标很浪费时间，就可以持有可以看涨，但是设好反手就放着，就依旧保持紫色飘带看上涨，空间542.6可以这么去看，目前上涨后不断的震，虽然也保持上行，但挺麻烦挺焦灼，如果出现明显的一根 K 线阴线破掉左边的低点，这个时候要减仓甚至就走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空之间，随时有可能多方胜或空方胜，只是目前的趋势多方有一定优势。下一只股票看到半导体上被做多，这只股票它的买点就不太明确，虽然也是飘带回踩的一个仿包，理论上可以买，但是因为左边有一个大阴线，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压力，收盘价离压力比较近的时候就没有必要买了，是吧？虽然还是出现回调的一个止跌买点，但就比所看到的 AMD 英特尔那种直接过左边阴线压力的要弱一些，所以依旧是趋势上行，但是它更像是震荡，就跟谷歌那样的偏高位的震荡。你也可以看到它的15分钟，很明显也是不断的波折，它是不是也走了一个价格趋势的一个破位？只是在破位之后，它又有一个反抽，跟指数差不多，一个子带蓝 K 出现再次的一个上涨推动。目前的一个龙门线是站上了的，但这个地方站上的一个力度还不是很明显。如果今天又破了，还是形成压力的话，那是不是一个高位的日内结构就形成了？所以龙门线这个地方看一下它的价位是在167.769，所以看能不能站得稳。如果这里又破，是吧？反抽不过，那么破左低，一个高位的顶部结构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它是震荡的，比较复杂的。那么下一只个股呢，我们来看到 Meta 就是稳定的中长线下跌和黄色飘带的一个形成，所以中长线、中短线都是偏空的。这个时候做多，很多时候哪怕有蓝色 K 线，就最多看个反弹，它弹到这个飘带这里就压力了，所以这是个回落。目前来讲，如果要追空，一般来讲就是跌破左低，阴线破左低，那么形成再次的看跌结构，这里有机会出现往下继续的升调，所以做空可以看中龙门线向下和飘带向下的，然后去看中破左边低点支撑的，可以去追空。现在它是有一个下跌反窝阳线，二次止跌。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阴线破位，空方在这里是不能乱做的，它有可能会反抽继续往上看，所以这个地方做多不建议，做多空间有限，空方可以建议，但空方要有一个破位的行为。好，所以这个飘带目前是613.691，上沿是634.104，当然你非要去做这种股票的多头也行吧，你要做多可以看一下这个上沿634.104，止损就放左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RKLB 目前也算高位震荡，所以高位震荡目前在日线上来看就没有调飘带，自从低位出现了子带蓝 K， 而后仿包突破加速之后，就高位出现震荡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行情有没有无所谓，因为最大的一波或者说初期这种加速的一波你吃到之后后面的行情就没有太多关系，你完全可以等待它走复杂，走完之后走出简单的调整再去看一个买点。目前这个位置在做都看一下日内，它是不是走出不断的震荡徘徊，龙门线已经在靠近了，所以这里如果出现明显的再来一波暴跌，前面这种下跌它其实连龙门线2根都不破，跌破1根跌破2根就止跌了，都涨上来了。所以当市场要往
我们的飘带日线去调，它应该会干嘛？有效跌破龙门线，破2根之后继续往下破，这个时候说明要往龙门线调了，不然这里就还能撑得住。15分钟的龙门线依旧没有有效的突破，依旧没有被有效的跌破。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当前是过了左高，而后出现了震荡回踩，力度不强，但也不能说走空，只能说是过高走震荡。震荡时飘带不断的被刺破，一旦飘带有效跌破，那么将是一个左高突破之后的无效行为，所以这里要小心飘带的有效跌破。飘带有效跌破是跌破1根后跌破2根，所以这个地方的低点它应该也是日内一些颈线位。如果出现阴线这么破，那么就要跑，说明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出货的行为，是一个突破左高之后要进行中期回调的行为。目前是没有，而后有一个紫色飘带的前带子仿包突破，所以这里可以构成买点，只是它这里有一个关头阴线，所以这个买点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压力附近的买点。压力附近的买点，要么就首次第一笔买入买的少一点，等突破再加仓，要么就是再等等，是吧？等一个更确定的突破关头阴线的买点，否则你会买在一个压力附近，会偏磨人一点，而且胜率也会有所降低。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PLTR 也是龙门线向下，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跟 Meta 是一样的它是不是也是一个龙门线下走了一个震荡了很久，中途有破过一次快速的反抽，目前又再次回踩，感觉还是有点强支撑在这个地方的。所以如果你要去看再次的延续中长线的空方，它至少是不是要破左边的低点，打开空间反抽黄色带，再往下去看，是吧？那空单会好做一些，否则这个地方是在一个支撑点附近。而做多阿扎日比较建议转这个紫色飘带，转紫色飘带不代表它一定会暴涨，但只要转紫色飘带之后，你会有一个抉择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它的回调，它的买入，你是能够有一个区间块，或者说有一个止损位能够设置的，你知道哪个地方它就应该要止损了，是吧？你知道哪个地方就应该走了。而如果它是黄色飘带，你要做多，其实很多时候你只能说看个反弹，超跌反弹，所以只要走紫色块回踩找做多点，如果有蓝 K 就更好，所以有蓝色 K 线就更好。像这个地方当时也是蓝色 K 线仿包，是吧？它走了一个反弹，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震荡之后快速的启动，在左高不过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买点，这种买点就是压力附近的买点，就容易失败。所以这种买点有时候感觉差不多，但其实还是差蛮多的，所以它这里目前是看不到买卖的一个机会，空方不足以形成空间打开，多方又还没有形成一个改变的中短线的趋势，所以可以作为观望的标的，但不在于强烈的去怎么加仓位的去做多或做空。美光是一个震荡之后的回调，回调之后有一个前带子，是不是跟3倍半导体做多有点类似？一个分形结构，左边有一个大阴线是前带子，所以这里是压力，所以昨天这个位置它又是一个阴线假阴线，这里去做多还不如等一等，等多一个分形的突破再去看涨。所以当下是一个压力附近产生的一个假阴线，也不构成买点。趋势来讲，像是一个左一不破，前面的分形顶分形左一没有破，出现止跌，但是力度不够，加强力度可以作为看涨，但它也算是高位的一个波段首次回调标的。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而亚马逊其实目前是一个长线影线的仿包而且是紫色飘带，虽然没有蓝 K， 但是一个前带子也可以看，是吧？之前这个地方是出现一个买点，但我们说过，就是这种一波走了很长时间之后再走出首次回调了，就不要抱太有大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依旧可以作为第二次的买进。如果你一定要操作这种相对高位的第二次波段，第一次买入之后，这里可以做第二次的买点，第三次没有必要了，第三次肯定要做更右侧一点的，确实走回飘带之后的买进。目前这里就最后一次买入了，第一点设止损，如果一根阴线破掉，之前这些地方就要认输止损。我们来看到 AOI 应用光电目前是没有启动的，价格走势也是一个紫色飘带，回调之后容易仿包阳线，可以看一个左高，回调之后仿包阳线可以看一个左高，左高之后收阴线就要小心风险了。之前我们是不是说这个股票它震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一波行情，但是每一次如果过左高走弱走阴线就小心一点，是吧？所以这一次过左高走阴线就要小心，价格收阴回落，又出现了飘带附近的止跌，但是没有仿包阳线，等仿包阳线再看一波左高，或者说临近左高再说，如果直接跌破那就容易陷入震荡，再进行一波调整。下一只股票看到 LITE， 它是一个紫带蓝 K， 前期出现的地方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紫带蓝 K 了，仿包了，那么可以作为一个
关键区间，然后看什么？看左高附近的一波小利润也是可以的。所以每次回调只带仿包，看左高突破，价格回调只设飘带仿包，那么设止损，跌破止损你也可以止损。对于止损的判定，跌破你可以止损，止损之后又有突破，那就继续收盘做多，依旧看左高，是吧？这一个可以止损，是吧？这里成功了，这里成功了，这里成功了，所以整体做波段的胜率整体是没有问题的。你的空间、压力、支撑你都看得清楚。目前又回调，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突破？但是它刚好是个蓝 K， 现在呢又是一波过左高之后的回调，是吧？如果有时候这个买点就直接过左高，这种买点其实就要注意一点，它可能空间就透支掉了。那直接又回调，回调之后有蓝 K 没有仿包，那就等什么？等仿包阳线，再去看一波价格走势的趋势延续，没有继续下跌那就麻烦了，因为它已经破了一根两根，再往下破的就属于有效跌破了。像前面这种都是跌破一根，跌破一根，是吧？跌破一根就止跌了，跌破两根低点是支撑的，没有破的，是吧？所以这些地方都属于一个误差。那这个地方如果跌破了，那就不是误差了，就是有效跌破了。现在个股来看到 SOFI 龙门线向下，黄色飘带。这种股票其实你会发现很明显就跟 PLTI 是一样的，做多做空都不好受，因为它就是一个震荡，所以依旧看震荡环境。它的一个蓝 K 是没有突破的，反而在跌破的，所以这里一旦出现再次的破位，反而是空方的一个空间要打开了，所以这种股票做多其实就很难受，不太适合在这种地方去做多。它只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徘徊震荡？因为左边这个区间密集的筹码区在这里撑住了，但如果消化的久了又不走多，就容易破，那一破就得要往前面这个低点去看了，那空间就会打开了。那么以上就是5月2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